迈凯伦 720S 落地将近500万，是超跑行列中的佼佼者，性能表现堪比3大神车之一的迈凯伦 P。巧的是，大壮就拥有一辆，只不过是辆报废车。话说上集他开始拆卸中控台，上面的屏幕零件太多，他鼓捣了好久都没成功，最后无奈只能从后面下手。两人研究了好一会儿才整明白，由于上面的按钮和电线错综复杂，所以他必须很小心。经过好几个小时的忙活，表面的面板被悉数拆下，里面的线路完全暴露出来。因为大壮要换新的车身，所以这些需要完整的移植过去。看了这么多修复的视频，有些人可能会好奇，为什么这些超跑似乎很不耐撞，轻轻一碰就变得稀碎，似乎还不如50宏光结实。虽然确实是这样，但可能大家都忽略了一点，那就是在出车祸时，超跑的驾驶员往往都能幸存下来，这是因为车体都是由碳纤维组成，而碳纤维的密度不到钢铁的1/4，抗拉强度也比钢铁更高，但是经不起高速碰撞，一旦出车祸会直接碎掉。破碎的车壳会吸收一部分能量，从而保护驾驶员。其次，通常超跑都有碰撞自动解体技术，这项技术起源于 F1 赛车。当车辆遭受到高速撞击时，发动机会迅速甩离车体，只剩下一个完整的驾驶室，这样既能减轻驾驶员受到的伤害，也能避免发动机起火爆炸，最大限度地保障安全。不过这个说法并没有得到验证，大家还是不要轻易尝试，不管开的什么车子，都要遵守交通规则。现在大壮已经把里面的零件都拆光了，其他的问题也暴露出来。车头的碳板上全是裂缝，虽然碳纤维材料可塑性很强，但面对这么庞大的工作量，大壮也无能为力。好在之前买了一个车身，当他把这辆迈凯伦的地毯取出后，和搭档一起把最后一批线路取了出来。看着眼前交织在一起的电线，我不禁有点怀疑，大壮最后能完美的把它们连接在一起吗？毕竟这可是辆超跑。现在前端基本上处理差不多了，下一步他要把发动机拆下来，这后面的部分和兰博基尼不同，不能直接打开，必须要把所有螺丝拧下来才行。大壮用千斤顶把车子架起来，然后先把轮胎拆掉。从视频所展示的来看，这些轮胎保存的还算完整，能省下一笔翻新的钱。要想取出里面的发动机，必须得先把后面的扩散拆掉。超跑的扩散是一种空气动力装置，能让气流快速通过底盘，从而增加下压力。用专业一点的话来说的话，就是加快底盘空气的流速，这样汽车顶部和底部就会产生压力差，而下面的压力更小，这样能增加下压力。下压力对于超跑来说非常重要，如果在高速行驶时能产生足够的下压力，就能提高车子的稳定响和抓地力。而要想设计出符合空气动力学的车身套件，需要经过大量的计算和模拟，这也是超跑为什么卖这么贵的原因。大壮还算比较幸运的，这辆迈凯伦的尾部套件只有一些小擦伤，修复起来还算比较容易。这个尾翼是碳纤维材料，重量很轻，一个人就能抱起来。简单把玩了一下之后，大壮继续拆卸。此刻他的内心非常激动，因为马上就能见到这台野兽的心脏了。这辆迈凯伦 720S 搭载的是双涡轮增压 V8 发动机，最大功率可达720匹马力，峰值扭矩可达770牛米，搭载了7速双离合变速箱，0-100加速只需2.7秒，可谓是妥妥的性能怪兽。这辆车差不多拆完之后，大壮要处理另外一辆，把那辆黑色的准备好之后就可以开始结合了。这个黑色的车体上面似乎还有一个发动机，不过已经是报废的了，要不然大壮也不可能1万码内就买到。他把后面的盖子拆开后，里面的排气系统已经报废，散热也出了问题，大壮只能重新定制新零件，估计又要花费不少钱。很多人可能会好奇散热系统的原理，其实车上的2个散热风扇会把风吹向水箱的方向，起到为水箱降温、为发动机散热的作用。这里有些人可能会问，为什么不直接把风扇吹向发动机呢？那是因为这么做会增高发动机的温度。它的原理是这样的，风扇安装在散热器后面，与水泵同轴，当风扇旋转时，对空气产生吸力，加速气流沿轴方向转动，使流经散热器新的冷却液加速冷却，同时使发动机机体的外壳和周围附件得到冷却，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大壮必须保证这部分的功能，不然很可能影响车子的正常运转。经过将近2个小时的忙活，两侧的散热器就被全部拿掉了，但刚拿下来就有液体漏出来，这可让他有点不知所措。不过当他仔细检查了发动机后，并没有发现有漏液的情况，算是不幸中的万幸。现在准备工作已经差不多了，大壮接下来要把原车上的发动机拆下来。这里我说的发动机不单单指里面的那个，而是包括发动机在内的所有相关零件。大壮作为资深的汽车人，对于这种操作还是胸有成竹的。不过毕竟这是一辆超跑，里面的零件都经过了非常严格的安排，基本上不会有多余的空间，所以拆起来还是有点麻烦的。大壮忙活了好久，也只是取出了一小部分。他继续拧掉上面的螺丝，要把这个刹车盘拿出来。很显然这个过程并不顺利，后面甚至用钢管进行敲击都没有成功。接着他拿来了千斤顶，简单的调整了角度，这才成功的取出刹车盘。有了这个经验之后，他把千斤顶拿到另一侧，这次效率明显加快，
不到10分钟，这个刹车盘就被取出来了。现在车子看起来很干净，只剩下了一个车架，但发动机还藏在最里面。大壮设想是这样的：把副车架的螺栓全部拧掉，其他的相关零件也都拆掉，这样就能把发动机和车壳分开。最后把车壳直接抬起来，两者就能彻底分离。不过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副车架上连接的螺栓和零件还得进入车子内部才能拆掉，里面的作业空间很小，无形中给大壮增添了一些压力。你是否愿意花5万马内买下2辆报废的迈凯伦，然后将它们进行组合拼装，最后打造出一台完整的超跑呢？人傻钱多的大壮已经进行了尝试，经过他1下午的忙活，车身和发动机的连接已经完全断开。他拿来一些支架放在车子周围，将车身一点点的撑起来，发动机和变速箱就与车身分离了。由于这2部分比较重，所以就留在了地面上。大壮事前在发动机的下面放了一个万向轮，这样就会很方便的移动。因为车子之前出过车祸，虽然发动机没什么大毛病，但是还是有些瑕疵的。现在大壮还不打算进行修复，他下一步的目标是把车上的副车架和油箱进行转移，这样就能开始组装了。在开拆副车架之前，大壮要把车子后面的零件都取出来，这部分存放着大量的电子元件，是保证车子正常运转的重要组成。简单处理好之后，他就可以去拆油箱了。通常超跑的马力都很大很费油，所以油箱也是大的惊人。就拿兰博基尼大牛来说，它的动力在超跑界算是佼佼者，搭载了 V12 发动机，6.5升排量，100公里大约20升的油耗，而超跑一般加的都是98汽油。现在的油价这么贵，加满一箱需要很多马内，所以说大家还是量力而行，低碳出行。油箱拆出来后，大壮下一步目标就是副车架了。副车架可以看成是前后车桥的骨架，但并不是完整的车架，只是支撑前后车桥和悬挂的支架，相当于一个桥梁。它的作用能阻隔震动和噪声，减少其直接进入车厢，所以大多出现在豪华轿车和越野车上。有些汽车还会为引擎装上副架，就比如大壮的这辆迈凯伦。经过大半天的忙活，这个副车架终于被完整的取出来，整个车子看起来一下子空了很多。接着大壮拿来一个金属杆，对副车架的尺寸进行比对，发现对角线的长度是一样的，这说明这个副架的主体没有受损，但是侧面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。大壮打算直接购买新的零件，暂时先不进行处理。他和搭档把副架抬到新的车壳上，两人小心翼翼地对齐接口，然后拧上螺丝固定。由于这个车壳是悬在空中的，所以接口处承受的压力很大，大壮需要对尾部进行一些加固，防止前端受力不均掉下来。当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时，大壮却出现了一个失误，他把上面的零件安装错了，这导致后续的零件都无法安装。好在他比较有先见之明，在拆掉副车架之前拍照记录了一下，上面零件的安装位置一清二楚，他赶紧进行了调整。完事后，他要把车上的金属管道拆掉，因为狼叔也没有开过超跑，所以不知道这些管子有什么用。评论区有人懂的可以来解释一下。大壮刚才所做的内容是把新车上所有固定线路地方都组装了起来，接下来就要开始移植了，完整的将原来迈凯伦上的电子元件转移到新车上，从里到外一点一点来做。从视频里我们可以看出，这一项工作是非常麻烦的，里面的线路密密麻麻，看来接下来大壮有的忙了。